不知道大家还在读国小、国中和高中的时候，有没有曾经遇过有老师教了一整年之后，放了暑假回来，老师就不在了？这个现象最近几年似乎有越来越常见的迹象。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老师教的好好的会突然消失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代理老师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刚刚说到了这个只教1年就消失的情况，主要就是发生在代理老师身上。代理老师和正式老师其实做的事情都一样，但他们的薪资和聘雇状况却有很大的差别。像是代理老师每年都要重新签约，而且1年只有10个月有薪水，剩下的2个月没有收入。这个制度呢，也使得代理老师的工作不稳定，也让学生经常要换老师，经常要适应不同老师的教学模式。长期以来代理老师一直想要同工同酬，他们认为既然工作内容和正式的教师一样，就应该要有一样的待遇，因此他们一直在争取这个权益。今年的4月底，教育部终于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预告要让代理老师能够得到全年的薪资，但是这个决定却引起了更多的争议。这些代理老师争取的东西是合理的吗？教育部修法引起的争议又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仔细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希望你家的孩子更聪明吗？研究发现当爸爸参与共读不同的叙事跟用字，能够激发孩子更好的认知表现。父亲节就让盲狗狗陪你和孩子一起共读吧。盲狗狗生活教育绘本从日常情境培养孩子逻辑思考能力，还有深受好评的寻宝游戏本，在台湾场景当中练习长时间的专注。不想睡觉的探险更适合爸爸共读的入门选择。全套16本丰富多元的主题，盲狗狗邀请所有的爸爸们一起参与共读，让孩子在成长路上加速前进。现在输入志奇专属折扣码，还能够享有父亲节88折优惠。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到官网看看吧。在台湾学校里面，一般会出现4种老师，就是正式、兼任、代理以及代课老师。所谓的正式老师就是学校正规编制里面的老师，一般呢会常年在同一所学校里面服务，属于最稳定的种类。而兼任老师一般就是负责一些特殊的科目或是艺术才能的课程。依照目前的制度当原本的正式老师因为某些原因需要离开一段时间，无论是公务、休假或是留职停薪，导致无法上课的时候，就会找一些临时的老师去上原本正式老师的课。这个时候，学校就会以公开甄选的方式招募代课以及代理老师。代课老师属于兼职性质要上课的时候就到学校，下课就会离开。而代理老师呢，也就是今天的主角，他们跟正式老师差不多，每天都要来学校上班，是全职的老师。不过，代理老师跟正式老师的薪资还有福利却有很大的差异。代理老师是以1年1聘的方式请来的老师，虽然说1年1聘，但实际上代理老师的聘期一般都只有10个月，这就让代理老师每年都有2个月没有收入。相比之下，正式老师每个月都有薪水，而代理老师甚至没有教师休假等福利。那讲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想，既然代理老师是临时的，那他们就不该有正式老师那样子的待遇还有保障，这样不是也很合理吗？但如果我们把为什么会有代理老师出现，以及代理老师们的处境也纳入考量的话，事情可能就没有那么简单了。一般来说，正式老师都是铁饭碗，除非有什么特殊状况，否则学校都无法轻易的解聘。随着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学生人数不断的减少，如果到时候学校没有办法裁减多出来的老师，就会产生很大的困扰。因此，学校近几年倾向减少正式老师的名额，改成开出代理老师的缺，这让代理老师开始成为常态，不再只是临时替补的人员。根据师资培育统计年报的统计，2011年全台湾总共17万3000多位的正式老师，代理老师则有1万7000多位，占所有老师不到 10%。但是到了2021年，代理老师增加到了超过2万5700多人，但正式老师却减少到只有16万2000多人。代理老师的比例也上升到了大约 14%， 也就是每8位老师就1位是代理老师。这10年里面减少1万多位正式教师，却增加了8000多位的代理教师。正式老师减少的人数跟代理老师增加的人数相差不多。原本可以成为正式老师的人变成了代理老师，但是代理老师跟正式老师工作相同，待遇却不太一样，因此不满的声音就开始增加。而在多番的争取之下，今年2月，大部分的县市都宣布马上开始实施代理老师全年薪，让代理老师也可以拿到全年12个月的薪水。此外呢，4月底
底，教育部也预告修法，要让代理老师也能够享有全年的薪水。不过这个措施却引起了更大的争议。在教育部预告的修法内容里面，虽然规定要给代理老师12个月的薪水，但也规定代理老师不能享有寒暑假。某种程度上面来说，就是呢，教育部希望暑假的时候，代理老师要到学校上班。而且代理老师工会也陆续收到澄清，说学校开始要求代理老师暑假上班。这些老师就说，很多学校要求代理老师额外负担行政或辅导的工作，从带学生参加营队啊，还有比赛，办各式各样的活动，到整理图书馆的书，甚至是检修电脑以及维护学校系统等等。今年的6月初，代理暨代课教师产业工会公布了一份学校还有校长的名单，并且每天更新，批评这些校长公然违法。代理教师工会认为，这个修法根本就还没有通过，只是在预告的阶段。而这个时候，各县市政府就已经向学校发出公文，只是学校以各种方式在实行全年薪的同时，要求代理老师寒暑假上班。例如，有些县市的学校要求代理老师在寒暑假每天出勤，也有些呢要代理老师签署同意书，同意寒暑假上班才能够延聘，或是要求寒暑假接暑期辅导课而没有办法领钟点费，甚至呢也有明定要求代理老师接行政工作的状况。所以代理教师工会就认为，修法还没有通过，县市政府发出的这些公文都没有法源依据，因此是无效的。而学校这样子要求老师暑假上班，就算是违法。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工会就决定公开违法校长名单，鼓励教师提出诉愿。那当然，面对工会的指控，相关县市的政府官员以及校长们也陆续回应，提出了他们的观点。不少校长跟人事主任都认为呢，代理老师既然多领薪水，自然就要多做事情。而学校里面处理行政的人力本来就不足，安排代理老师处理行政很刚好。像是台南市教育局长郑兴辉就表示，代理与正式老师职位不同，福利自然也不同，不能够硬要强求比较。而除了官员跟校长以外，一些家长团体也发表了意见。像全国家长教育志工联盟也说，寒暑假本来就不是要让老师休息的，而是要让学生休息。老师应该要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准备下个学期的教学，以及呢为学生提供支援。代理老师如果真的放假，可能会影响到学生的权益。不过很多代理老师们都认为，学校的这些要求呢，只会让同工不同酬的问题变得更加的严重。一般来说，如果正式老师需要兼行政职，就是除了教学以外，再负责一个行政职位，就会得到额外的加给以及一些其他的福利，例如呢是减少这个授课的时数啊、补休假等等。然而这次学校要代理老师暑假上班大多都不是兼行政职位，因此呢并不会有上面讲的这些福利，这就是让代理老师们这么生气的原因。他们认为从10个月的薪水变成12个月，是代理老师们原本就应该要跟正式老师看齐的薪水，而不是额外加了2个月的薪水。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全年薪，现在呢却被要求额外多做行政业务，却又不能够像兼行政职务那样的正式老师拿到额外的加给，这让许多代理老师觉得自己还是掉入了同工不同酬的困境，情况并没有改善。最终呢，在工会以及立委们的压力之下，教育部在6月19号公告修正后的法规，确定呢代理老师可以比较正式老师的待遇，在寒暑假期间不用到校，只有在例外情况之下，才可以要求代理老师在寒暑假到校，但是到校理由也必须是跟学生学习直接相关的事情。那如果没有意外的状况，代理老师从112学年度，也就是今年下半年开始，就会适用全年薪资的制度。正式老师跟其他几种身份的老师在待遇上面的落差，这个议题其实已经讨论了很久。这一次的代理老师全年薪问题以及后续引发的暑假上班争议都只是这个议题的一部分。在薪资待遇不够合理的情况之下，就很有可能会导致代理老师的流动率很高，或者是代理老师们没有暑假的时间能够进修跟备课，这对于我们下一代的教育恐怕也不会是一件好事。尤其在少子化现象持续之下呢，代理跟代课老师的数量应该无可避免的会越来越多，而我们下一代的孩子呢，就会有更高的机会遇到代理老师。所以这件事情虽然跟我们多数人没有直接的连接但我们认为仍然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所以今天才特别做了这一集来跟大家聊聊。好的，那今天的最后也想要来问大家，你对于代理老师也想要领跟正式老师相同的薪水，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代理老师呢想要多领钱多做一些事情，算是合理的要求。比2种身份的老师工作内容相同，那领一样的全年薪水呢是合理的。C 代理跟正式老师的身份呢，在法律上面本来就不一样，待遇不一样，很合理啊。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代理老师的全年性正义。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实习老师其实是廉价劳工，以及体罚是好的管教方式吗的相关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Hello，大家好，我是张力，我是贺龙，大家好，这是皮亚哥，欢迎收看《超人少年》，我是吴子，我是志奇，我是徐波。哈密 Video Cat 网红馆发烧强片14天抢先看，独家喜剧大片会员无限看。Look at me， 这都烂人啊！他们